带着的对弟子的祝福，带着对自己身份的激动，白小纯低头看向手中的发丝，心脏忍不住又突了几下。天尊的头发，这头发我记得是他头顶众多发丝中唯一的一根红色，可以想象，这必定是个宝物，对天尊而言也都极为重要。白小纯一想到这里，顿时有些紧张，下意识的四下看了看。原本冥河禁地有修士镇守，可如今这里却没有半个身影，显然要么就是守灵人的手段，要么就是之前的激战太过惊人，长城都崩塌，导致蛮荒内开始了布局与调动。白小纯确定了身边没人后，内心纠结了一番，最后狠狠一咬牙：“他奶奶的，老子怕个鸟！这可是守灵老爷爷给我的，从此就是我的了。再说了，按照守灵老爷爷的说法，吸收此发，我的不死骨就可以达到巅峰。这种机缘，就算是这头发是天王老子的，我也吸了。”经历了蛮荒的磨练后，白小纯的胆子也都明显的比以前略微大了一些。此刻咬牙中，他赶紧在这冥河境地找了一处区域，挖出一处洞府，立刻选择了闭关修炼。在白小纯这里修炼时，在这片世界内，在蛮荒的虚无中，仿佛另一处空间里有一条黑色的大河，这大河正是冥河。四周天地暗淡，似乎没有多少光芒，只能依稀看到那条冥河在这片虚无里翻滚流淌。而在冥河的尽头，那里存在了一处巨大的宫殿。这宫殿通体漆黑，屹立在虚无里，弥漫在冥河水中，充满了森然的同时，也有一股无上之力环绕。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魂从冥河内被推来此地，环绕冥河一圈后，又消散在了虚无中，仿佛被送去投胎一般。这里正是冥皇宫，掌轮回，主生死。冥皇宫中，大殿内依旧昏暗，四周竖着两排雕像，这些雕像都样子狰狞，看起来仿佛冥将一般。而在最上首，则是摆放着一张黑骨大椅。此刻守灵人的身影一步走出，坐在了椅子上时，他的身上散出了一股霸道的气息，如同至尊，如同神。他的头顶竟出现了地冠，他的身上黑袍竟浮现出了冥龙之影。他袖子一甩，立刻白浩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这冥皇宫内。刚一出现，白浩有些局促，看向四周后，被此地这森然之意以及那浓郁的死亡气息所震动，又看向坐在大椅上面无表情的守灵人，白浩低头抱拳一拜。白浩！守灵人目中露出金芒，这光芒逼人，好似蕴含了天地威压，如同滚滚天雷，轰鸣落下，使得冥皇宫震动。外界的冥河更是翻滚剧烈无比。这一刻的守灵人与在白小纯面前时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不同，似乎这个时候的他才是真正的威严冥皇。白浩也看出了这一点，紧张时神色也都严肃起来。白浩，你听好。守灵人蓦然开口，他的声音蕴含了一股奇异之力，直接就穿透了白浩的魂体，似进入到了他的魂魄深处，可以看到他魂魄哪怕一丝一毫的波动，可以辨别接下来白浩的所有思绪，甚至可以看出他的回答是真是假。白小纯现在是你的师傅，以后也是你的师傅。做完这些，守灵人的声音满是威压的回荡在冥宫内。本皇虽改动你的命运，使得你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可他收你作为弟子，这不是本皇安排的，这是你们的命运如此。而你之所以能成为老夫的继承人，不是因为老夫认可，而是因为你师父白小纯的认可。你记住，你的使命不是镇守冥河，不是镇守轮回，而是帮你的师尊看护冥河，去守护你的师尊，一生不得背叛，否则的话，冥河反噬，形神俱灭。守灵人声音如同天雷，越来越大，到了最后，直接轰鸣爆发，撼动天地，使得冥河仿佛要崩溃，在冥宫外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无数魂影都在这一刻颤抖，向着冥宫膜拜。而白浩那里也是魂体震动，可他却没有半点犹豫，更没有什么迟疑，沉声开口。白浩的生命中永远没有背叛这两个字，他说的郑重，更是有发自肺腑的真诚。在他的世界里，白小纯是对他恩重如山的师尊，更是他唯一的亲人。而守灵人对他说出的话，他内心深处没有丝毫抵触，完全符合他的想法。此刻说出时，丝毫没有作假，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守灵人目中慢慢露出欣赏，这是他最后一次对白浩的考验，实在是下一代冥皇，太重要了，他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而白浩的魂体也让他明白，白小纯的选择没错。1个月后，你就是冥皇。守灵人缓缓说道，右手抬起，向着白浩一指，顿时他的身体震动中，属于他的传承，属于他的神通涌向白浩。更是在这一刻，冥宫内外浮现出无数符文，这些符文急速闪烁，环绕起来，形成符文漩涡，好似风暴一般，轰轰转动中，冥河也都更为翻滚。传承开始了。在这新老冥皇传承交替的同时，蛮荒中冥河禁地内一处洞府里，白小纯对于那天尊的血发的吸收也在进行。不死诀，分为皮、肉、筋、骨、血。白小纯从开始修行时，始终都在修炼不死长生功的不死卷，如今已到了不死功第4卷的立骨境界。在立骨之后，还有天骨、
乃至最终的不死谷。而修炼不死功的关键就是生机，只要有浓郁的生机，就可让修炼者一步登天，突飞猛进。在这之前，白小纯的修炼都是通过永夜伞去吸收那些蛮荒天骄的生机，使得他的不死卷第4层从淬骨突破到了立骨。可现在随着那蕴含了天尊生机被他千辛万苦炼制出来的保命血发被白小纯吸收，立刻白小纯体内就传出超越天雷的轰鸣巨响。在这巨响下，他的身体颤抖，他的呼吸粗重，他全身的骨头发出一连串的咔咔声，如同是脱胎换骨一般，好似改变了肉身，使得他的不死卷第4层猛然爆发，直接就从立骨突破攀升到了天骨的境界。而他的身体也在这一瞬好似成为了一个黑洞，疯狂地吸收他手心内那根血发的生机。这生机被大量地吸入白小纯的体内，随着不死卷的运转，齐齐涌入他的全身骨骼中，去进行蜕变般的淬炼。轰轰轰，声响越发惊天，虽外人听不到，可白小纯自己却听得清清楚楚，更是立刻就感受到自己的天骨境界随着吸收生机也在疯狂的攀升。天骨第3层、第5层、第7层，直至第9层，再次爆发，再次突破，从天骨直接晋升到了不死谷的第1层。而此刻，天尊的血发也只是被白小纯吸收了小部分而已，余下的大部分都在这一刻全力去推动不死谷的攀升。毕竟这最后的不死谷境界所需的生机之大，比之前3个境界加在一起还要磅礴。而一旦到了巅峰，那么就代表白小纯的肉身，不说匪夷所思，也都到了惊天动地的程度。那是肉身堪比天人的存在，那是全身的皮、肉、骨都极难被摧毁的疯狂，刚强到了极致。可以说，等白小纯不死血也大成后，加上不死血那惊天的恢复之力，那么白小纯的肉身就真的可以达到一种近乎不死的程度，那是逆河宗外底蕴之一的血祖达到的境界，那是不死卷彻底大成。而如今天尊的血法使得白小纯的进展突飞了一大截，此刻轰鸣中，他的不死谷直接就从第1层达到了第4层，还在继续。第5层、第6层、第7层，第845集，震撼蛮荒。随着血发一点点的化作飞灰，沉浸在修炼中的白小纯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在他的不死谷境达到了第7层时，已过去了半个月。这天尊血发内蕴含的生机太多，不断的涌入中，使得白小纯的不死卷时刻都在提高。甚至看那血发的消耗，似乎就算是将白小纯推到了不死谷的巅峰后，也还是会有很多剩余，而这部分生机将会储存在白小纯的体内，作为他未来不死血的修炼的养分。同样的，在这半个月里，关于天尊和假白小纯与明皇的一战也渐渐传开，如一场风暴，横扫整个蛮荒。无论是魂修还是炼魂师，又或者是各个部落，都陆续的听说了这件事情。此事实在是太大了，几乎所有人在首次听到后都纷纷倒吸口气，心神掀起的大浪滔天无比。天尊的身份对于蛮荒的魁皇朝而言，虽不是人人皆知，可绝大多数还是知晓的。他们知道那是通天河区域的皇者，其地位之高如同魁皇，而其修为之高更是超越半神。也正是因此人的存在，才使得魁皇朝在多少年前逃到了蛮荒，在这里扎根休养生息。同时，这多少年来双方的战争就没有停下过，围绕这4条长城展开的厮杀早已化作血海，双方之间的仇恨也随着一次次的杀戮越发的沉淀到了极致，不说是不死不休，也相差无几。对于魁皇朝的子民而言，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着杀回通天河区域，重新恢复魁皇朝的巅峰。而如今这位通天河区域的皇者与其同盟鬼魂的联手，与明皇的一战，自然就举世皆惊。尤其是这场绝世之战的结局，是那假扮白小纯的女鬼重伤逃遁，天尊一样重伤逃遁，这对于蛮荒而言极为振奋，使得他们的士气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就掀起到了惊人的程度。而随着4条长城坍塌的消息传开，更是仿佛在整个蛮荒都回荡着冲锋号。无数人在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都热切无比，不断的有人提议要一鼓作气杀入通天河区域。可大天师等人是理智的，他们看到了那完整的绝世之战，知道这一战的代价太大，同时也已经知晓了天尊临走前布置在那4条崩溃的长城区域的防护。这防护他们打不开，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天师借助这次的机会，发动整个蛮荒，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备战。这几乎是全民备战，同样的，也因此事又给了大天师一个契机，他几乎是毫无阻碍的就将众恩令推动到了彻底，收获了难以形容的声望。4大天王也罕见的选择了支持，实在是这一次的大战让巨鬼王等人都被深深的震撼。他们是最明白真相的，也清楚这一次有明皇，可下一次呢？在4大天王的支持下，蛮荒震动的同时，也让整个蛮荒对于开战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第3条消息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散开，虽震撼的程度不如前2条，
可无论是魁皇城，还是四大王城，又或者是那些家族、部落等等，几乎全部大半蛮荒之修都陆续的听说。这消息里很明确的说出，真正的白小纯在蛮荒中另有身份，虽没有说出具体的身份，可依旧还是隐晦的点出，这白小纯在蛮荒的身份极高。如果与明皇大人一战的那个女鬼是假白小纯，那么在我蛮荒内隐藏多年的白小纯又在哪里？对啊，白小纯在我蛮荒多年，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她的身份又会是谁？随着消息的散开，随着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后，渐渐的，竟有人猜测白小纯就是曾经的监察使地品炼魂师白皓。这猜测如同惊雷，轰动蛮荒时所有的天侯家族、所有的天宫家族，还有这些年来但凡是与白小纯有仇怨的众人，那些嫡系继承人，那些天骄，都在听到了这个猜测后，无法置信的同时，也都升起了狂喜，甚至发动自身的势力去传播此事。在他们看来，不管白皓是不是白小纯，反正这是一个绝佳的斩杀白皓的机会，就算是地品炼魂师的身份，也都无法保白皓安全。哈哈，我就说这个白小纯不安好心，化身白皓，其心可诛。白皓也好，白小纯也罢，我与你不共戴天。你当年的发情丹，是我这一辈子的耻辱。杀了白皓！尤其是那些嫡系继承人，更是这般，一个个都叫嚣中似要发动自身势力去寻找白小纯。还有那些天侯，如赵雄林、刘勇等，一个个更是激动无比。尤其是赵雄林，他在知道了此事后，笑声传遍整个赵府。同时，这些年来与白小纯走得比较近的那些人，也都一个个目瞪口呆，觉得不可思议。尤其是聚鬼城的那些人，更是一个个觉得匪夷所思。九幽王的女儿许珊也是呆了一下，彻底愣住。至于周一星，如今早就找了个地方躲藏，内心苦涩。还有宋缺已被他带走，扔在了一旁，因没时间去理会，所以宋缺还是听到了外面传出的这些消息。在听到大家猜测白小纯就是白皓时，宋缺只觉得五雷轰顶，整个人都傻眼了，呆若木鸡后，状若疯癫般连呼不可能。不过也有人关注到，关于白小纯的事情传出后，大天师也好，四大天王也罢，甚至那10大天宫竟都绝口不谈此事。甚至渐渐的，那些激动的天侯也都似乎得到了什么消息，一个个吸气中赶紧收声，甚至也都限制族人，尤其是赵雄林，更是仿佛被吓到了，竟毫不迟疑的立刻闭关。就在这蛮荒中，关于白小纯的猜测出现了2种极端情况的时候，第4条消息，关于明皇继承人的事情，化作了超越之前3条消息的风暴，横扫蛮荒。此事震撼，对于蛮荒而言更震心神。明皇选择白皓成为其继承人，白皓不是白小纯，而是下一代明皇。这消息如同一个看不到的巴掌，轰的一下就将蛮荒内之前所有叫嚣要杀白皓的众人全部拍得天晕的旋，脑海嗡鸣无比，一时之间再也没人敢去说要灭了白皓。天啊，他是下一代明皇，这以后在蛮荒谁敢惹他啊？该死的，为什么会这样？聚鬼城白家要杀他，危机关头聚鬼王保了他；魁皇城天骄要杀他，危机关头大天师保了他。还有他当初犯了大罪，杀了天侯，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地品炼魂师的身份也保了他。如今他身份被猜疑，所有人都要杀他时，他奶奶的，他居然成了下一代明皇。这是所有与白小纯有仇恨之人在听到消息后脑海里浮现的最苦涩的想法。无论是周红，还是小狼神，还是赵雄林，又或者是其他人，全部傻眼的同时，内心害怕起来，心底的哀嚎与复杂已经无法形容了。他们不得不去考虑，以对方那让人头痛的性格，如今有了这样的身份，怕是必定会兴风作浪一番。白小纯成功的在整个蛮荒创造了一个奇迹，甚至此刻在很多人看去，白小纯这一路走来充满了不可思议，堪称神人。而这个消息也让周一星狂喜起来，宋缺更是松了口气。他觉得显然是大家搞错了，内心也有激动。他觉得自己跟着白皓算是跟对了，对方居然成为了下一代明皇。哼，那白小纯怎么可能是白皓？提鞋都不配。宋缺傲然心道。第846集，明皇继位，唯独大天师等人，他们知道事情的部分真相，对于这明皇继承人没有太多意外，心底也有恍惚。在他们看来，这是明皇的安排，让白小纯继续用白皓这个身份。毕竟白小纯这个名字太敏感，而用白皓这个名字成为下一代明皇，可解决不少猜疑。就在这消息震动蛮荒大地之时，这一天，在白小纯闭关修炼的1个月后，整个蛮荒的天空突然间冥河幻化，一时之间天地昏暗，威压撼穹。所有人抬头都可以看到那取代了苍穹的冥河在不断的翻滚中，其内还有无数的魂，一个个都在向着一个方向膜拜。不但是这些魂如此，整个蛮荒大地上所有的魂也都齐齐颤抖，向着那个方向膜拜。他们膜拜的方位正是魁皇城所在。
而此刻的葵黄城，从大地上，从一处处建筑中，尤其是天侯塔、天宫塔，甚至皇宫，爆发出了强烈的黑色光芒，甚至就连那条云层中的老龙也都咆哮一声，不敢升空。城内所有子民、满朝文武，就算是大天师，就算是葵皇，也都立刻走出自己所在之地，抬头时看向苍穹冥河。阵阵吸气声从葵皇城内，从蛮荒各个地方不断的传出，所有人都在这一瞬有了一个同样的认识：冥皇传承要开始了。苍穹被冥河取代，天空不再是灰蒙蒙，而是成为了一片漆黑，遮盖了日月。可偏偏在这漆黑中，却有点点如星辰的光芒洒遍大地。那些光芒，如仔细去看，可以看出，竟是冥河中数不清的魂，他们自身的魂火。远远看去，整个蛮荒的天空展现出一副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生首次看见的异象。众生屏息，在他们的目光落在苍穹时，一股仿佛来自骨子里、来自灵魂中的威压，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升起了敬畏。无论是部落的土著，又或者是魂修，不管什么修为，哪怕强悍如大天师等人，也都在这一刻心跳加速的同时有了敬畏之感。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一种存在于他们血脉中的印记。甚至蛮荒内所有的凶兽也都如此。不知是谁第一个跪拜下来，很快的，一片又一片的人群在这蛮荒全部区域都齐齐跪拜，尤其是葵黄城内更是如此。大片的子民膜拜中，哪怕满朝文武也都如此。而大天师以及4大王城的天王虽没有跪拜，可也弯下了腰。众生膜拜，众灵跪拜，这是对冥河的尊重，更是对冥皇的敬畏。整个蛮荒，除了在闭关中即将突破的白小纯外，唯一没有拜见的就是葵皇。他哪怕已经被架空，可他的身份依旧是这一代的葵皇，只有他有资格居在这威压下，在这敬畏中，依旧抬着头，肃然地望着苍穹。在这万众瞩目中，渐渐的，葵皇城上方的天空里，无尽的冥河翻滚咆哮中，守灵人模糊的身影慢慢的显露出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出现在众生的面前。这一刻的守灵人不再是如以往白小纯所见时的模样，虽还是穿着黑袍，可那黑袍上却浮现出了冥龙，使得他给人的感觉充满了尊高之意。尤其是他头上戴着地冠，顿时一股无上皇者的气势轰天扩散，弥漫整个蛮荒。守灵人的出现，立刻就让蛮荒众生全部心神震动，一个个都呼吸急促，甚至有不少都狂热起来。对于蛮荒众生而言，冥皇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都要超越了葵皇。毕竟葵皇是一代代传承下来，如今已有多代，而明皇寺从天地初开至今，始终都是一位。更不用说，明皇对于葵皇朝的子民而言，是精神上的象征，是他们在祈祷中的神灵。明皇，明皇，明皇！一音浪顿时从蛮荒所有区域爆发，凝聚在一起后，形成了轰鸣整个蛮荒的巨响。此刻，神灵显露，撼动众生。就在这声音一如天雷轰响中，苍穹上的守灵人，他右手缓缓抬起，随着抬起，立刻整个蛮荒都安静下来。就在这安静的刹那，守灵人的面前，苍穹上的冥河再次翻滚。随着翻滚，竟在苍穹上出现了第二个身影。那是一个青年，相貌俊朗，面色白皙，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整个人的气质仿佛可以压过漫天魂火般的星辰。站在守灵人的面前，竟丝毫没有给人不协调的感觉，似乎他本就应该站在那里。就在这青年出现的刹那，在他的相貌被众生看到的瞬间，蛮荒内无数人控制不住的吸了口气，更有不少哪怕在这庄严的时刻，也都忍不住失声惊呼：白皓，地平炼魂师白皓！传闻之真的，白皓将是下一代冥皇。周红、小狼神等人此刻也都颤抖，内心更为犯苦。他们都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好在之前的传闻扩散，大家都有了一些准备，否则的话，一旦此事突然出现，怕是会有更多的人震撼失态到极致。可大天师以及4大天王，还有那些熟悉白小纯的众人，却是在看到天空上白皓的身影后，纷纷一愣。他不是白小纯，他是白小纯身边的魂仆大天师，几乎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内心狂震。他记得当初白小纯为了这个白皓，可是杀了天侯，而他得到的消息是此白皓是白小纯的弟子，他的弟子成为了冥皇，强如大天师，也都被这个事实所震撼，倒吸口气。4大天王，尤其是巨鬼王那里，也都如此。他们对白小纯要么熟悉，要么就是自身修为强悍，观察力入微，使得他们在刹那间就看出了苍穹上的白皓与白小纯之间的区别。这区别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可却逃不出身为半神的敏锐神识，不是一个人。巨鬼王呼吸急促，这一幕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他们本以为成为冥皇继承人的是白小纯，而他也同样知道白皓，脑海里浮现出了与大天师一样的震撼。哪怕陈好松等人也都如此，他们虽辨认的不是特别清晰，但心中的感觉却是清晰的告诉他们，白皓与白小纯
不是同一个人。至于周一星，他算是最了解白小纯的，虽修为不够，可他对白小纯太熟悉了，此刻一眼就看出了真假。那是主人的弟子白浩。周一星傻眼，可宋缺显然没有注意到不同之处，此刻依旧激动无比。这一刻，所有参与了绝世之战，清晰的知道白小纯身份之人，有的没有看出虚假，心中复杂；有的看出了端倪，内心震撼。可无论如何，他们的心中都无法平静，只能默默地看着苍穹上出现的一老一少两尊高大的身影。与此同时，葵黄城内的那座明皇碑也已凭空消失。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冥河禁地内白小纯所在的闭关之地，他的身体猛地震动，体内有天雷轰鸣，他手中的天尊血发已彻底的成为了飞灰，浓郁到了无法形容的生机已经全部涌入到了他的体内，推动他的不死谷境界不断的攀升，直至达到了不死谷的巅峰。在达到巅峰的刹那，白小纯双目蓦然睁开，他的面色红润，他感受到了体内此刻有一团无法想象的力量正在运转，随时可以爆发，而一旦爆发，必定排山倒海，惊天动地。不死谷大圆满！白小纯的瞳孔内绽出金芒，在这被他挖出的漆黑洞府内，他的双眼如同日月，使得整个洞府都明亮起来。第847集，摘下面具，更是从他的体内散出一股强悍到了极致的气血，这气血磅礴无比，撼动八方。除此之外，一股久违的好似有山峰压在身上的感觉也随之而来。在感受到那山峰压身的刹那，白小纯立刻就明白，这是人体5大桎梏中的第4桎梏。这层桎梏不是他现在可以突破的，而是要等他晋升天人时才可一鼓作气将其轰开。而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去修炼不死卷的最后一层不死血。不死谷终于大成。白小纯哈哈大笑，可还没等他来得及去得意与具体感受自己的强悍，他就立刻察觉到了洞府外苍穹上此刻正在进行的明皇传承。一愣之后，白小纯身体一晃，瞬间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洞府外。抬头中，他看到了苍穹上出现的守灵人那高大的身影，以及其对面自己的弟子白浩。这一幕让白小纯猛地睁大了眼，深吸口气后，目中露出期待与祝福，凝神观望。似察觉到了白小纯在冥河禁地的目光，苍穹上的白浩，他的身体震动了一下，竟微微侧头，似看向白小纯所在的地方，那目中的尊敬与情感，在这一刻被整个蛮荒之修都看到，使得不少人都愣了一下。可就在这时，守灵人右手蓦然抬起，在这万众瞩目下，竟把自身头顶的地冠摘了下来，一挥之后，这地冠直奔白浩，刹那间就出现在了白浩的头顶，使得白浩不得不收回看向白小纯的目光。就在他转头的刹那，地冠缓缓落下，直接就戴在了白浩的头顶。在这地冠戴上的刹那，白浩全身一震，他的气息在这一瞬竟冲天而起，威压更是不断的爆发，刹那间就超越了天人，超越了半神。天地轰鸣，整个苍穹的冥河都剧烈无比的翻滚起来，好似改变了源头一般，从守灵人那里转移到了白浩身上。更是在这个时候，随着白浩气势的爆发，他身上的黑袍竟浮现出了9条明龙，这9条明龙咆哮，使得白浩的气势再一次惊天。轰轰之声回荡中，白浩对面的守灵人随着地冠的取下，他黑袍上的明龙也都消失，就连气息也都一下子微弱了太多，整个人的苍老一下子遮掩不住，透出无尽沧桑与腐朽。他看着白浩，嘴角露出笑容。也正是在这一瞬，白浩深吸口气，他缓缓低头，目光扫过整个蛮荒，口中慢慢的说出了4个字：无为明皇。这4个字在说出后，他的心中又补充了4个字：守护师尊。在这句话从他口中传出的刹那，天地隆隆，好似认证此事，四周冥河内无数的魂魄全部跪拜，目中露出狂热，更有尖锐的魂音从他们口中不断的传出：拜见明皇。这声音滔天扩散中，大地上的众生全部心神颤动，不知是谁第一个开口。很快的，无数人的声音就凝聚到了一起，轰鸣天地，拜见明皇。这一刻，无论大天师等人，还是4大天王，也都向着苍穹上的白浩抱拳一拜。他们知道，未来的岁月里，蛮荒的明皇将是眼前这位白浩。大地震动，无数人声音回荡，周一星也心神不稳的拜见。至于宋缺，他激动到了极致，一想到自己能作为明皇的宠物，虽心中还想着逆河宗，可却觉得最起码自己以后在蛮荒已经是无人敢招惹了。就算是葵皇，就算是守灵人，也都在这一刻向着白浩微微低头。这是对新一代明皇的尊重，也是葵皇朝的传统。整个蛮荒，无论是魂修还是凶兽，一切众生都是如此，只有一个人没有跪拜，而是站在那里，抬头看着苍穹，嘴角带着笑容。他就是白小纯，他是唯一的在这蛮荒内有资格不去拜见之人。因为白浩就算是明皇，也终究是他的弟子，
对于自己的弟子成为明皇，白小纯激动中得意无比。他感慨之余，觉得自己真的已经算是到了这小半生的巅峰了。道侣是天人，岳父是半神，弟子是明皇白小纯一想到这里，就觉得美滋滋的，心里乐得屁颠屁颠的，内心舒爽中大有一种自己才是这整个蛮荒的暗中主宰的感觉。可惜啊，知道白皓是我弟子的人不多。白小纯有些遗憾，他虽不知道大天师当日的封口令，可也明白，众人知道的只是自己化身白皓，而对于真正的白皓与自己的关系，知晓的人就不多了。就在白小纯这里感慨时，苍穹上白皓的身影与守灵人一起慢慢消散，而冥河也渐渐消失，苍穹重新出现。这场传承登基大典虽过程不长，可其意义之大，对整个蛮荒而言都至高无上。可以想象，从这一天开始，关于白皓的传说将越来越多，而他身为明皇，也将受到整个蛮荒的敬仰与尊崇。眼看自己弟子的身影消失，白小纯长舒一口气，这才低头拿出传音玉简。在他闭关这段日子，他有好几次感受到了玉简的震动，知道有人不断给自己传音，可却没时间去看。眼下不死谷大圆满，弟子又成功晋升明皇，白小纯也轻松下来，这才拿出来查看。这么一看，白小纯也都愣了一下，这里面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周一星的传音。对方将白小纯闭关的这段时间，外界发生的一切消息都很是详细的传给了白小纯。白小纯在看完后，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居然没暴露。白小纯睁大了眼睛，心脏砰砰跳动。他很快就明白，这里面一定有守灵人的原因，要么就是他主动去交代，要么就是大天师等人的安排，才使得他的身份没有被众人知晓。他也看到了周一星的传音中所说的关于之前第3条消息，不知是谁提出的，猜测他是白皓的这件事，结合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白小纯隐隐有了明悟，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他也知道自己在蛮荒做的事情实在太大了，不利于自己回通天河区域的打算，一旦传回通天河区域，怕是自己将寸步难行。只是那种锦衣夜行的感觉让他有些遗憾，但转念一想，此事该知道的都会知道，整个蛮荒的高层几乎都会知晓自己的身份，知道白皓是自己弟子的事情，也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只要高层知道就可以了。哼哼，有机会再去看看大天师，这一次他估计要拜见我了吧？还有那九幽王，让我那弟子早晚收拾了他。这样的话，我如果留在蛮荒，岂不是更安全？白小纯想到这里，也心脏加速跳动了几下，可心底终究还是放不下逆河宗。在蛮荒他有羁绊，可在逆河宗他的羁绊更多。无论是李清后、侯小妹、宋君婉、张大胖，想到这里，他的脑海浮现出众人的面孔。离开好久了，白小纯轻叹，半晌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对通天河区域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唯一在心中的只有逆河宗。罢了，还是回逆河宗吧。要是真遇到不妙的事情，就想个办法把逆河宗搬到蛮荒来。白小纯想到这里，摸了摸储物袋，那里面有一枚守灵人给他的可以行走生命禁区的令牌。临走前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不过如今我也不好继续用我那弟子的样子了。白小纯眨了眨眼，有心改变成其他样子，可觉得这样也太怂了。想到自己如今身份这么高，白小纯索性傲然抬头，小袖一甩，一把摘下自己的面具，露出真正的容颜。第848集话别，周一星跟了我这么多年，如今我要走了，对他要有一些安排。还有宋缺，我毕竟是他小姑父，也要把他带走。巨鬼王那里，白小纯也想去与巨鬼王告别，可一想到红尘女，他就头大，琢磨一番，叹了口气，罢了，我这老哥哥，以后再相见吧。我白小纯来蛮荒这么多年，掀起腥风血雨，拥有无上身份，眼下离开就不搞得那么隆重了。白小纯摇头，背着手站在那里，大有一种深藏功与名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觉得自己有种神秘感。自我陶醉了一番，白小纯立刻给周一星传音，让他来这冥河禁地。周一星如今正躲藏在巨鬼城内。收到了白小纯的传音后，他愣了一下，心跳忍不住加速，隐隐有种预感，白小纯这是要走了。而显然，白小纯的弟子如今成为了明皇，那么他在临走前让自己过去，意义已经很明显了。想到这里，周一星激动无比，他再次觉得自己当年的选择是这一辈子最关键也是最对的一次了。带着期待，带着振奋，周一星立刻出发，临走前更是将宋缺收入储物袋内，直奔冥河禁区。在等待周一星到来的过程中，白小纯没有离开冥河禁区。此刻天色已晚，他索性就坐在了岸边，想着自己在蛮荒的这些年的经历，又想着记忆里的逆河宗，万般思绪萦绕心头，让他此刻归心似箭。不知不觉，凌晨到来，四周瞬间浮现大量的雾气，死亡的气息凭空而出，浓郁无比时，冥河又一次显露在了这里。河水翻腾，从白小纯面前的河道上奔腾而过。看着冥河水，白小纯首次觉得亲切，因为他隐隐的在这河水内感受到了自己弟子的气息。这气息越来越浓郁后，在白小纯前方的冥河中，
白浩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了，没有带着地冠，也没有穿着地袍，一如平日里跟随在白小纯身边时的模样。他在出现的刹那，目中露出不舍，更有尊敬，一晃到了白小纯的身边，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师尊！”白小纯眼看着自己这弟子现身，看着其目中的尊敬与不舍，他明白自己这弟子并没有因为身为明皇，从而对自己这里产生哪怕半点变化。成为明皇的感觉怎么样？白小纯笑眯眯地说道：“对于自己这弟子的出现没有意外，他了解白浩，若对方没有出现在自己面前，他才会觉得奇怪。还要跟随守灵前辈学习，很多以冥河施展的神通，弟子还没有掌握。”白浩轻声开口，目中的不舍越来越多，张开口似要继续说些什么，可却被白小纯摆手打断：“你要尊重守灵老爷爷，如尊重为师，在守灵老爷爷那里要好好的学习如何做一位明皇。可惜为师要走了，不然的话，还有很多咱们这一脉的神通要传授给你。”白小纯叹了口气，实际上对于自己这个弟子，他也不舍。白浩沉默，他看着眼前的师尊，脑海里浮现二人在一起的一幕幕。可他知道，对于师尊来说，回到通天河区域，回到齐宗门，是师尊从一开始就有的打算。师尊，此行一路小心通天河区域不比这里，我会尽快掌握神通，争取早日能做到神游整个世界。白浩深吸口气，坚定地说道。白小纯哈哈一笑，与自己这弟子说着话语，二人都知道离别在即。此番谈话，白小纯大都是在叮嘱白浩要努力做好明皇，而白浩则显然不放心白小纯回到通天河区域的安全问题，不断地说着自己的想法，一如之前师徒二人遇到问题时相互讨论一样。说着说着，白浩忽然开口：“师尊，那个赵雄林、刘勇还有陈好颂，他们多次对师尊你不敬，这二人我会让他们后悔的。至于许山师母、陈曼瑶师母，还有周子墨师母，我也会帮着师尊你看着，如有人对他们有歹意，弟子立刻出手。还有巨鬼王那里，弟子也会尊重照顾。至于那些天骄，如周红等人，一个个竟敢多次挑衅师尊，师尊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好过的。”白浩冷哼一声，对于这些曾经招惹过师尊，或者是对师尊有恩之人，他都一一记在心中。若是换了别人身为师尊，或许还要在弟子面前摆出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可白小纯听到这里，却深以为然，目中露出赞赏。没错，这些人可不能让他们好了。还有九幽王那个老家伙，你找个机会也去敲打一下。师徒二人就如何收拾这些家伙，又详细了谈了一番。最终白小纯心满意足，觉得自己这弟子实在是太懂自己了。对了，师尊，这段时间我利用冥河之力，再加上有守灵前辈的指点，终于创造出了20色火以及21色火的配方。白浩说的轻描淡写，可实际上他之所以如今还没有掌握太多神通，重点就是他几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了借助自己的身份，借助冥河之力去创造配方上了。这才在1个月的时间里创造出了20色火以及21色火的配方。就是可惜21色火仿佛是极致一般，这一点我无法判断，只有将其真正炼制后才能知晓21色火是否真的就是世界极限。但其后面的22色火的配方，就连守灵前辈也都沉默，而弟子也能感受到这22色火实在太难太难，还请师尊给我一些时间。白浩右手抬起虚空一捏，顿时手中出现了一枚玉简。白小纯内心一震，他的炼火造诣也已登堂入室，知晓配方的难度，能这么短时间就创造出这些配方，可以想象白浩付出多少心力。白小纯目中越发柔和，凝重的拿过玉简，深深的看了眼自己这弟子。浩儿，你有心了。白小纯轻声说道。听到师尊这句话，白浩顿时心满意足。他虽成为明皇，可在心中还是如以前一样，白小纯的一句认可，对他而言就是最大的快乐。师尊，如今时间还早，弟子对于20色火了解最多，要不趁着现在，我们一起炼制一下。白浩看向白小纯，白小纯略一沉吟，点了点头后，师徒二人就在这冥河岸边开始了临走前最后一次的炼火。这一次的炼火过程顺利无比，对于20色火的配方，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了思路，创造了一半。而如今白浩身为明皇，挥手间就可引来无数魂。只是用了数日的时间，白小纯就成功的将20色火炼制出来。随着20色火的出现，火光滔天，轰鸣天地。这20色火是地品炼魂师的巅峰，这样的炼魂师，整个蛮荒的葵黄朝至今为止也就出现过一位，眼下的白小纯是第2位。一旦突破，炼制出21色火，将可晋升成为传说中至今为止还从来没出现过的天品炼魂师。而传说中21色火更是可以让人炼元婴后能直接突破成为天人，只不过这只是传说，在白小纯之前无人能做到这一步。白小纯振奋中立刻就尝试炼制了21色火，只不过这21色火的难度太大，哪怕有配方有白浩相助，可白小纯也只是做到了熟悉而已。想要成功，
虽不是不可能，但显然不是几天的时间就能做到的。为了让师尊在离开蛮荒后还可以去炼火，白皓暗中一咬牙，最终竟展开明皇神通，从那冥盒内抽出了数量惊人的魂，一次性的给了白小纯，作为他炼火之用。这些魂的数量之多，就算是白小纯也都吸了口气。这些魂，哪怕他失败太多次，也都至少能支撑到炼成21色火的程度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一星赶来了。第849集，是不是搞错了？周一星几乎刚刚踏入冥河禁区的边缘，白小纯就察觉到了。而周一星到来后，一眼就看到了白小纯与其身边的白皓。在看到白皓的刹那，周一星内心猛地颤抖，呼吸急促。他知道，眼前这个白皓，其身份与地位已经是这蛮荒至高无上的存在了。白皓果然是明皇我的这个主人，是明皇的师尊。在这之前，周一星虽心中有猜测，且把握很大，可还是在如今亲眼看到后，依旧心神震荡，久久不能平复。这种大人物，他平日里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此刻颤抖中，周一星赶紧上前，可他绝不会忘记白小纯与白皓的关系，所以第一个拜见的是白小纯，随后又拜见白皓。一星拜见主人，拜见明皇大人。周一星喘息透着紧张，低头恭敬地站在那里，内心激动无比，甚至都掩饰不住。我家圈呢？你也带来了吧？看着周一星那激动敬畏的样子，白小纯内心舒爽，得意无比，觉得自己虽没有办法去告诉全部人自己如何的尊高，可身边人的仰慕，该收割还是要收割的，于是问起了宋缺。在白小纯的心中，他对于宋缺那里在知道自己身份后的表情，还是充满了期待的。白皓在一旁神色泛起古怪，可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师尊了，于是也配合起来，全身上下散出身为明皇的威严。周一星吸了口气，敬畏更深，赶紧从储物袋内将宋缺放了出来。这一次，宋缺只是在储物袋内数日的时间，并没有如往常那些差点憋死，且他似乎也都习惯了经常被扔到储物袋内。他的精神还算不错，尤其是前段日子里在白小纯身边修炼资源足够，自身的隐患也都消散的七七八八，修为更有精进，如今距离元婴中期也都不远。此刻刚一出现，宋缺脸上下意识的就摆出恭敬的模样，看向身边时，他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白小纯，而是白皓。对于白皓成为明皇之事，他也知晓。此刻内心激动刚起，突然的，他察觉到了在白皓的身边，除了周一星外，还有一个似乎很熟悉的身影。一愣之下，宋缺还以为自己看错了，恍惚中，他猛地瞪大了眼，无法置信地看向白小纯，身体都震动起来，不断的吸气中，右手抬起指着白小纯。一旁的周一星眼观鼻关心，没敢去打扰白小纯与宋缺的叙旧。至于白皓，神色更为古怪，可看出白小纯似乎很享受，也就忍住没吱声。你宋缺失声惊呼，他实在是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看到白小纯，这对他来说意外到了极致。此刻心神混乱之下，他也就没注意到为何白小纯能出现在这里，以及周一星与白皓的反应。嗨，圈儿！白小纯干咳一声，笑眯眯地冲着宋缺打了个招呼，内心的滋润已经无法形容了。一听到圈儿这个称呼，宋缺直接就要炸了。可经历了蛮荒的事情后，他觉得自己已经成长了很多，强行压下自己的不悦，目中露出金芒，整个人气势崛起，一股强烈的自信在他身上爆发出来。你居然敢出现在明皇面前！宋缺冷哼一声，缓缓开口。他毕竟与白小纯都是逆河宗的弟子，哪怕心中对白小纯很是不服气，可在这关键时刻，他还是忍住，没有说出白小纯的名字，更是暗中点出白皓是明皇这个身份。机会我已经给他了，若他聪明，就赶紧逃走，或是想办法化解；如果他反应慢了，死在这里也不能怪我了。宋缺心中这样想着，看向白小纯时，暗中摇头。他觉得自己现在与对方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了。回想自己来到蛮荒后，成为了明皇的宠物，这种身份在他看来绝非眼前这个白小纯可比了。而他想要压过白小纯的想法，如今觉得也已经实现了。这就是命，白小纯啊白小纯，你的命不好，在这蛮荒只能沦为通缉犯，人人喊打喊杀。而我宋缺则是混到了明皇的宠物，日后身居要职，我存在的意义太大了。宋缺俯视白小纯，目中也露出了怜悯。回想自己与白小纯的过往，宋缺心中轻叹，琢磨着如果有可能，就找个机会救救对方，毕竟都是逆河宗之人。与此同时，冷静下来的他，也在心中产生了对于白小纯能出现在这里，且似乎与白皓之间并没有矛盾的疑惑。可就在他的思绪刚起的刹那，白小纯轻咳一声，他对这宋缺很了解，也看出了对方没有恶意的提醒。如此一来，他心中觉得这缺儿还是不错的，关键时刻对于自己这小姑父还是有些维护的。这么一想，他就不忍心了。罢了罢了，就不收割他的仰慕了。白小纯觉得自己作为小姑父还是很照顾侄儿的感受，于是咳嗽中没理会宋缺，而是看着自己的弟子白皓，一指周一星：“皓儿，
这周一星跟随为师多年，在这蛮荒鞍前马后的，为我办了不少事情。眼下我要离开，就让他跟着你好了。白小纯的话语落入周一星耳中，如同是天籁之音，让周一星脑海轰鸣，如惊天动地般掀起狂喜的大浪，呼吸更为急促，如同是被天大的好事砸在了头顶。他激动中身体哆嗦，对于白小纯的感谢已经无法形容了。主人，多谢多谢主人。他是正统的蛮荒炼魂师，所以对于明皇的狂热与敬仰，远非白小纯能理解。所以此刻在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后，周一星都失态了。他明白，一旦自己成为了明皇的人，那么就等于是明皇在世间行走的使者。这种身份的高贵程度，不说与4大天王齐平，也都相差无几了。至于他的家族，从此之后甚至都不敢将他列为继承人，因为家族继承人的称呼已经不配他周一星的身份了。他将是其家族真正的靠山，无论是老祖还是族人，都将对他恭敬无比。在周一星这里狂喜激动时，一旁的宋缺却是眼睛猛地瞪得溜圆，之前所有的自信，所有的傲然，在这一瞬间全部僵住，出现了要坍塌的迹象。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他觉得自己应该是看错了。你称呼明皇为号？宋缺颤抖望着白小纯，又看向周一星，你称呼他是主人，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这不对啊！宋缺抱着头猛摇，已经语无伦次了。实在是这一幕对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大，已经超出了他能承受的极限。白小纯也吓了一跳，心底发愁，琢磨着这件事，看来对宋缺刺激太大了，自己该怎么解释才能让宋缺不被吓傻呢？周一星哪怕如今激动，可听到了宋缺的话后，也还是忍不住表情怪异起来，内心叹息。他觉得自己真的很同情这个宋缺，白浩也一样，对这个宋缺产生了同情。此刻苦笑中，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尊师尊法命。”对于使者的选择，如果是其他人提议，他必定会慎重考虑。可眼下白小纯说出后，白浩连思索犹豫都没有，直接就开口。他的这句话是如往常在白小纯身边时一样，对于白小纯交代的事情，他都会这么回答。可眼下的这句话，在传出的瞬间，如同亿万天雷，直接就在宋缺的脑海里轰隆隆爆开。你称呼他是师尊？第850集，缺儿你别激动。宋缺已经听不到自己在讲什么了，呆呆地看着白浩，身体如筛糠一般，颤抖越来越剧烈，呼吸都不时停滞，一脸茫然。不对，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宋缺完全懵了，站在那里，他觉得天旋地转，觉得这一切已经突破了不可思议的极限。他甚至都不想去捋顺身边这3个人关系了，可偏偏他的思绪却不受控制的去转动，去将这3个人并不复杂的关系浮现在脑海里。能让周一星称呼为主人的只有白浩，而白浩又称呼白小纯为师尊，这就简单了。白小纯是白浩的师傅，也就是周一星主人的师傅。宋缺只觉得脑海就是一片雷池，始终都在回荡，眼看宋缺都要被吓傻了。白小纯不忍心啊，他赶紧上前解释起来：“缺儿你别激动，听我说。”你宋缺歇斯底里，抬起手指着白小纯，眼珠子在这一刻都红了。没等白小纯解释，他就猛地大吼起来：“白小纯，你告诉我，之前是不是你化身白浩？”宋缺都要疯了，他实际上最在意的是白浩的身份，他生怕之前听说的传言成真。若白浩就是白小纯，一想到自己居然成为了白小纯的宠物，还主动伸头让对方摸得更舒服，那么他就真的觉得自己要崩溃了。绝对不是！白小纯没有半点犹豫，如波浪鼓般猛地摇头，似乎生怕宋缺不信。他还一指白浩与周一星：“真的，你问问他们，我没化身白浩，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呢，真的，我不骗你。”白小纯说起谎来，眼都不眨一下，语气更是真诚。宋缺呼吸急促，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后，又猛地转身看向白浩。白浩眨了眨眼，知道白小纯是宋缺的小姑父，也不敢让他知道真相，于是赶紧点头。他的点头让此刻气昏头的宋缺心里终于松缓了一下，可还是不确定，于是又看向周一星。此刻的周一星，实际上他心中的震荡虽比不过宋缺，可也不小。他的震荡是因方才白浩的那句话“尊师尊法命”这5个字而来。这句话白浩没觉得怎么样，白小纯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他与白浩以前就是这么谈话的。可周一星却是在听到后，心中掀起滔天的大浪，那磅礴的大浪似要将自身淹没。他甚至都怀疑自己听错了。要知道，白浩是明皇啊，在周一星理解，就算白浩同意，可也应该是说可以，又或者是点头罢了。周一星无论如何也都没想到，白浩所说的居然是遵命。这种说法如果传出去，怕是整个蛮荒都会震撼，甚至引发动荡。周一星立刻就明白，蛮荒暗中的主宰就是白小纯。在周一星这里心神震荡，无法平静时，宋缺的目光注视过来，眼看周一星呆在那里没有说话，宋缺脆弱的心灵忽然又哆嗦了，身体也更为颤抖，甚至头顶都升起了白气。这就让白小纯更紧张了，他很担心缺儿承受不了真相，被气死的话他就罪过大了。想到这里，
白小纯顿时向着周一星瞪眼。周一星，你干什么呢？我说我没有化身白浩，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圈儿，你来做个证。白小纯的吼声让周一星全身震动，此刻清醒过来后，他赶紧点头，生怕宋缺不信。他拍着胸口啪啪作响，大声开口：“我周一星发誓，主人从来没有化身白浩。”这声音很大，传遍四周。宋缺听到这里，终于松了口气。他此刻脑海太乱了，思绪也不稳定，如同溺水之人，渴望稻草的存在，甚至都不想去思考了，只希望这一切真的是这样。眼看宋缺气息不再那么急促，情绪开始慢慢平缓后，白小纯也松了口气，赶紧上前继续安慰：“圈儿啊，你别激动，我们在蛮荒相遇，这是缘分啊。你年纪也不小了，这气血攻心可是大忌啊！你看，你都冒烟了。”白小纯说着，看到宋缺头顶的白气似消散了一些，于是下意识地抬起手摸了摸宋缺的头。这一摸与平日里白小纯摸宋缺的头时的动作一模一样，甚至连力度也都一样，以至于宋缺下意识的就伸了伸头，似要让白小纯摸头摸得更顺手。可就在白小纯摸下宋缺伸头的刹那，二人都愣了。白小纯内心猛然咯噔一声，可还没等他把手缩回来，宋缺就发出了一声撼动苍穹的大吼，这吼声里带着悲愤，更有崩溃。这个感觉，白小纯，你骗我！就是你！这吼声传遍四方，宋缺彻底明白了，之前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安慰自己。那摸头的力度与感觉暴露了一切真相。一想到自己居然成为了白小纯的宠物，甚至还主动伸头，宋缺就一股气血上头，脑袋轰的一声爆出大量白烟，整个人在那怒吼下直接就昏了过去。眼看宋缺昏了，白小纯傻眼，赶紧上前查看，又掰开宋缺的嘴喂下一些丹药，这才无奈的看向白浩与周一星：“这个不怨我啊，你们给我处理一下这件事吧。”白小纯尴尬无奈道：“很是头痛。那个师尊，我来的时间太久了，守灵前辈估计还在等我先走了呀。”白浩实在忍不住了，对于自己这个师尊，他算是服了。此刻神色古怪，连忙开口，一晃之下就飞向冥河。周一星也连忙向着白小纯一拜，转身快速跟随白浩一同踏入冥河。随着白浩一起，眼看要消失无影，白小纯苦恼地喊了一句：“浩儿，记得帮我找找，在蛮荒中还有没有当年随着我一起传送过来的修士了。”白浩应了一声，消失无影。看着二人急匆匆的离去，白小纯一脸无可奈何，又低头看着昏迷过去的宋缺，他拍了拍额头，长叹一声：“罢了罢了，这孩子被刺激的太大了，昏就昏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等他醒了，估计就好了。”白小纯感慨中，在宋缺四周布置了一个阵法保护后，转身回到了洞府内，盘膝坐下，连续深吸几口气，这才让自己平稳下来。等他苏醒也需要一些时间，既然20色火也都练成了，那就让修为晋升元婴大圆满好了。白小纯想到这里，毫不犹豫取出龟纹锅后，元婴蓦然飞出，坐在了龟纹锅内，又取出储物袋中的20色火，看着那璀璨的火焰，白小纯目中露出期待，没有迟疑，立刻就将这20色火融入龟纹锅下，瞬间此锅吸收了火焰，散发出金色的光芒。这金色的光芒刹那就将白小纯的元婴笼罩，一股让人心惊的天地之力在这一刻于龟纹锅中于那金光内爆发而起。轰鸣中，许久过去，那金色的光芒才慢慢消散。随着消散，当龟纹锅彻底恢复平稳时，露出了其内一个流光四溢、全身晶莹剔透的元婴。这元婴与真身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区别的了，浑厚无比的同时，更有天道的波动从元婴内扩散出来，正是天道元婴大圆满，且还是炼灵形成的大圆满，更是天道元婴，其实力之强，绝伦天地，使得四周虚无扭曲。而在元婴的身体上，清晰无比的出现了10道经文，每一道经文都散发出浓郁的法力波动。可以想象，若能21次炼灵元婴，那么这些经文将融合在一起，化作一道紫纹。当这紫纹出现的一刻，在传说中描述就是修为从元婴突破，开创前所未有，只是理论上传说中存在的完美晋升天人之时。传说21次炼灵元婴就可以突破成为天人，不管传说是不是真的属实，总要去尝试一下。白小纯猛地睁开眼，激动中期待更多。等圈儿醒了后，就是离开蛮荒的时候了。长城既然走不了，就走生命禁区。接下来就是这一路上不断的熟悉21色火配方，争取早日突破修为，争取晋升天人。想到这里，白小纯无比振奋。第851集，宋缺，你凭什么不服气？天人触手可及啊！白小纯一想到自己很快就可以成为天人，他忽然觉得这个世界无限的美好，尤其是回忆星空道极宗，想到堂堂源头宗门也只是有5位天人而已，且那5个天人的地位之高，不说无上，也相差无几，那可是能居住在蓝色彩虹上的大人物啊！白小纯越想越是激动，甚至还想到了长城时那位陈鹤天身为天人，明目张胆的坑自己的一幕幕。等我回去后，怕是用不了多久就能天人，到时候哼哼，陈鹤天，
我白小纯报仇，几十年也都不晚。白小纯意气风发，只觉得自己在蛮荒可以说是走向了人生巅峰。此刻昂首挺胸，觉得天大地大，如自己这样的绝世天骄实在是太少了。寂寞啊！白小纯背着手，摇头美滋滋的感慨一番，这才大摇大摆地走出洞府，到了昏迷的宋缺面前。看了看宋缺，白小纯有些头痛，想了想后，右手抬起一指，顿时一道灵气融入宋缺体内。宋缺全身一震，慢慢睁开眼，呆呆地看着四周，有些茫然。可当他看到白小纯后，整个人却猛地一个机灵，呼吸急促，双眼赤红，脑海更是嗡鸣不断，昏迷前的一幕幕再次浮现脑海。缺儿，你听我解释。白小纯一看宋缺这个样子，就更头大，赶紧开口。可话语还没等说完，宋缺那里大吼一声：“你！”宋缺悲愤欲绝，一想到自己居然成为了白小纯的宠物，他就觉得这是自己这一辈子洗刷不掉的耻辱。此刻吼声中，他内心的憋屈已到了极致，要看就要爆发。白小纯也很是头痛，眼看宋缺要爆，他脑海念头急速转动，刹那间神色就变了，不再是一副要解释的样子，而是从未有过的严肃凝重中，双目内甚至还透出痛惜，抢在宋缺之前，用更大的声音压过宋缺的疯狂。宋缺，我知道你不服气，可你凭什么不服气？白小纯怒喝。我白小纯一路走到今天，不管是血溪宗、逆河宗、星空道极宗，又或者是长城，最终是这蛮荒。你看到的只是我最风光的时候，可你怎么知道这一切我是凭空得来？我告诉你，你奶奶的，老子之所以能有如此风光，是我用命换来的。白小纯声音越来越大，吼声震动四方，让行将爆发的宋缺也都愣了一下，他还从来没看到白小纯如此过。星空道极宗，你们都离我而去，是我凭着自己的本事一步步开创了客栈，更是送你去了彩虹，我不欠你。长城中，我更是以我的丹药造诣，成为万夫长。你难道认为天人是瞎子，宗门是傻子，会让我成为万夫长？那都是老子凭着战功换来的。白小纯大袖一甩，声音斩钉切铁一般传入宋缺耳中。哪怕宋缺之前疯狂，可听到这里也都内心一震。蛮荒中，你更是亲眼看到过多少人要杀我，我多少次生死危机，满朝文武都恨我入骨，而我更是不惜暴露，也要将你救下。而你呢，不就是摸了摸你的头吗？怎么的，你的头摸不得？我没资格去摸。老子不但是你小姑父，更是有半神岳父，还是明皇的师尊，蛮荒暗中的主宰。若真论身份，我说与天尊同位，谁敢说我没资格？白小纯最后几乎是咆哮，声音之大，让宋缺这里面色苍白，所有的憋屈，所有的歇斯底里，所有的爆发，竟在白小纯这风暴般的言辞下不断的崩溃，不断的消散。他的身体下意识的就退后几步，眼睛虽红，可心中的轰鸣超越天雷，不断的回荡。他承认白小纯所说都是真的，白小纯不欠自己什么，一切都是造化的同时，甚至对方还多次救了自己。如在这蛮荒，如果没有白小纯，现在的宋缺不说死亡，也必定极为凄惨。他的不服气，更多的是来自自身的自尊。他看白小纯不顺眼，更多的是来自自身的脆弱。而白小纯最后的话语所说的资格，就算是宋缺，也都不得不呼吸急促的沉默。他竟无法反驳丝毫，只能呼吸越发急促，胸口不断起伏。眼看宋缺这里被自己震慑，白小纯也松了口气。方才那些话语，他也是没办法才这么说的。此刻眼看有效，白小纯内心有些得意，可表情却冷傲严肃。宋缺，你可以看我不舒服，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要翻过的山峰，我白小纯等着你。但在你还没有资格前，给我老老实实的忍着。白小纯小袖一甩，这句话说的掷地有声，充满了一股无上霸气。甚至为了配合自己这句话，白小纯暗中还展开了不灭帝权之意，使得一股帝王皇者般的霸道气势在他身上不断的爆发，好似摧枯拉朽一般，轰击在了宋缺的心神上。宋缺摇晃着，再次退后几步，看着白小纯，身体颤抖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刻的白小纯，竟让他心中升起了从未有过的敬畏。现在我要离开蛮荒，要回逆河宗，你宋缺愿意来就跟着，不愿意来，白某绝不勉强。白小纯冷哼一声，看都不看宋缺，身体一晃，直奔苍穹。没有飞得太快，白小纯也在等待宋缺的选择。我之前那些话应该有点作用吧？爱头痛啊，君晚啊，我对咱们这个侄儿可真的是很用心啦。白小纯眨了眨眼，摸了摸额头，感慨起来。宋缺在冥河岸边沉默，目中复杂的同时，内心长叹一声，闭上了眼。当再次睁开时，他目中露出果断。早晚我要超越他。这句话说的连他自己都没自信，可却似乎成为了习惯。如果不这么说，他会觉得浑身不自在的同时，会忍不住升起挫败感，仿佛是自欺欺人。宋缺低哼中，一晃飞出，跟随在了白小纯的身后。看到宋缺来临，白小纯总算松了口气，
实际上他心中也有歉意，但更多的则是无辜，琢磨着自己应该是没做错呀，不就是摸了摸头吗？我又没让他伸头，是他自己伸的呀。白小纯眨着眼，这话他也只能在心底嘀咕，知道若是当着宋缺的面这么说，估计好不容易被自己震慑的宋缺又会爆了。哎，他也太容易爆了。白小纯摇头，向着远处疾驰。宋缺一路面色难看，一言不发的跟随。很快的，二人就消失在了天边，所去方向正是处于东脉长城与北脉长城之间的，可以最快回到逆河宗的那片生命禁区。按照他们的速度，数月的时间就可达到生命禁区。时间流逝，转眼过去了2个月。这一路上没有城池，都是一处处连绵可却狼藉的山脉丛林，魂修少有，唯独一处处恢复后的土著部落，时而可以看到。这让白小纯心底有些遗憾，总觉得自己的离开，难道就这么的默默无闻，无人问津了吗？罢了罢了，还是低调一些好了。白小纯叹了口气，看到远处有一条弥漫裂缝的山脉，按照他对蛮荒地图的了解，知道过了这处山脉后，就算是踏入到了蛮荒的边缘了。可就在白小纯带着宋缺飞向这山脉的刹那，忽然的，白小纯脚步一顿，他身后的宋缺2个月来面色始终阴沉，可眼下也是瞳孔一缩，神色微变。他们的目中所看，在那山脉顶，此刻赫然站着一个女子的身影，长发飘飘，红色长袍，略有清瘦，可却更显绝美的容颜，如仙子一般，绝代风华。正是红尘女周子墨。第852集，白小纯，你给我一个交代。在看到红尘女身影的刹那，白小纯内心咯噔一下，瞬间愁眉苦脸。他在这蛮荒，如今最害怕看到的几个人里，红尘女绝对是排在首位。实在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因巨鬼王的撮合，从而变得很是复杂。一开始，白小纯还觉得有些刺激，可如今随着接触，尤其是公孙婉出现后，那绝世之战，对于红尘女，白小纯就头痛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女子，哪怕他琢磨着自己出手，倒也不怕这红尘女，可实在是没法打呀。我都要走了，这周子墨居然在这里堵路白小纯脚步停顿，发愁时，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绕路。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压抑不住。圈儿，对方来者不善啊，估计是来抓你的，咱们赶紧绕路逃走。白小纯连忙开口，转身一晃，直接远去。宋缺内心鄙夷，他知道红尘女与白小纯之间的一些事情，内心哼了一声，倒也没有去多说什么。不过速度却缓了一些，显然是不愿参与进去。而山顶的红尘女，她冷冷地看着白小纯，目中深处带着浓浓的复杂，她也说不清对于这白小纯是什么心态。二人之间的一次次事情让她纠结无比，甚至她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出现，可还是出现了。此刻二人隔着半空，在那相互对望时，白小纯那愁眉苦脸的表情，立刻就让红尘女内心升起无名之火。又看到白小纯居然都不敢到来，而是转身就逃，这就让红尘女的怒意随之爆发。白小纯！红尘女娇喝一声，声音如惊雷，传遍四方时，白小纯一哆嗦，逃得更快，而宋缺则是赶紧后退。几乎在他后退的刹那，红尘女的身影化作了一道赤色的长虹，瞬息就从山顶直奔白小纯而来。他带着莫名的怒意，速度之快，掀起苍穹的尖锐呼啸，更是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所在的地方一指，顿时白小纯四周的苍穹立刻就成为了赤色，融入了红尘女的意志，好似封印一般，轰然间凹陷下去。白小眉头微皱，但身体却没有丝毫停顿，竟猛地一撞之下，轰的一声，这四周凹陷的虚无竟被他生生撞得坍塌爆开，天人之力竟无法阻挡他半点。若是换了之前的他，就算可以做到这一点，也要耗费一些神通。可眼下他修为到了元婴大圆满后，对于天人初期，白小纯已经可以战了。就算是天人中期，若展开全部神通，白小纯也都能与其争斗一番。可就在白小纯这里撞碎了红尘女的天人臂障后，红尘女目中寒芒一闪，掐诀间竟有红尘紫墨爆发出来。这可是巨鬼秘法，更是能将曾经的公孙婉儿也都封印的绝世神通。此刻随着施展，顿时巨鬼城的虚影就幻化在了白小纯的四周，封印的气息随之狂暴而起。白小纯面色一变，他知道这术法就算是对红尘女而言都是杀手锏，且施展起来要耗费寿元，不是任何天人都具备的劲法，身体不由得停顿了一下。周子墨，你疯了呀！白小纯也怒了，这么一顿，立刻红尘女的速度猛地加快，刹那就追了上来，二话不说，直接掐诀，使得红尘子墨蓦然运转，封印之力更大。